大家好，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说句实在话，南哥我是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坐在这里跟您聊的。就在昨天夜里，就在咱们绝大多数人还在梦乡里的时候，万里之外的中东，那个已经被战火炙烤了整整39天，眼看着就要把全人类拖进第3次世界大战泥潭的火药桶，突然之间风向变了，中东局势彻底变天了。悬在咱们所有人头顶上的那朵战争阴云，居然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奇迹般地裂开了一道缝，透出了和平的曙光。这不仅仅是各大国际媒体抢破头的新闻，更是实实在在关系到您各位家里汽车加一箱油要多掏多少钱，关系到咱们国家出口企业能不能稳住订单的切身利益的大事。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那头不可一世的霸权机器怎么突然踩了刹车？伊朗这8800万老百姓又是怎么扛过了这地狱般的39天？这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大国博弈的算计、妥协和不可告人的秘密？今天咱们就好好盘一盘这盘大棋。要看懂今天这出突如其来的大戏，咱们绝不能只看热闹，得看门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不是说哪位大总统今天早上起来心情好，或者是哪位领导人突然大发慈悲。这是美国和伊朗两国长达70多年新仇旧恨的集中大爆发之后，在经历了整整39天真刀真枪、血肉横飞的残酷军事对抗后，双方力量达到某种极限而产生的必然转折。咱们得把时间稍微往前倒一倒，回到这轮冲突的起点。2026年的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打响了针对伊朗的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最开始美军和以军玩的是他们最擅长的那套把戏，叫什么精准空袭，动用高科技武器想要搞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结果呢，伊朗人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给你拉开架势，在军事、经济、外交多条战线跟你玩起了全方位的攻防战。这战火啊，就像那决堤的洪水，根本控制不住，迅速外溢到了整个中东地区，红海航运直接给掐断了。全球原油价格就像坐了火箭一样蹭蹭往上窜，世界各国包括咱们在内，其实都在变相的为这场冲突买单。而身处风暴中心的伊朗老百姓和被拖入战争泥潭的美国底层民众，更是承受着难以言喻的苦难。就在这种剑拔弩张，感觉明天就要扔核弹的绝望背景下，短短几个小时之内，3条重磅消息就像3颗巨石，狠狠地砸进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深潭里。这3条消息没有一条是废话，全都直白的不能再直白。他们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伊之间的生死对抗终于按下了暂停键。咱们先来看这第1条消息，是从美国白宫传出来的。白宫的官员在记者会上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长枪短炮，公开表态说，所有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注意是所有，已经全部暂停了。这其中包括什么空中打击啊、海上封锁啊，反正一切针对伊朗的举措通通叫停。与此同时，美军也停止了从中东各个基地，比如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撤离人员的行动。各位观众，您要是这几天一直跟着南哥看新闻，您一定知道，就在这消息出来的前几天，美军还在那儿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呢。当时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在预测，说特朗普肯定马上就要下达对伊朗全面开战的终极命令了。结果呢，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特朗普亲自在他那个粉丝上亿的社交账号上发了篇小长文，那语气啊，跟前几天那个张牙舞爪要踏平中东的架势完全判若两人。他坦白了，说他已经收到了伊朗方面提出的10条建议，并且他和他的核心团队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10条建议具备谈判的基础，所以他大笔一挥，同意暂停攻打伊朗2周。但是特朗普毕竟是特朗普，他总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总得提点条件保住面子，是不是？所以他加了一个先决条件：伊朗必须马上立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保障全球石油航运的畅通。
看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南哥，特朗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怎么突然之间就软了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背后的水深着呢，绝对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这牵扯到美国现在的致命软肋。一方面，咱们得看看美军现在的家底。去年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之后，美国为了四处救火，把大量原本部署在中东的军事装备和人员都拆东墙补西墙的转移到了加勒比海和东亚地区去了。现在的美军在中东，那叫一个外强中干。无论是发起一场灭国级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还是应对伊朗那种铺天盖地的导弹和无人机报复，美国在后勤和装备上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另一方面，特朗普在这个节骨眼上接到了2个非常棘手的警告。谁的警告？一个是美国在中东的亲儿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另一个是中东的大金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交了底，说大哥不行啊，以色列根本没做好应对伊朗全面报复的准备。你现在在中东的防空力量根本护不住我以色列的天空，你要是真把伊朗惹毛了，以色列恐怕要吃大亏。而沙特王储那边也是急得直跳脚，他对地区全面失控带来的毁灭性风险表达了极其严重的担忧。沙特知道，真打起来，他们的油田、炼油厂就是活靶子。这2位中东重量级人物的联手施压，成了逼着特朗普踩下停火刹车的关键因素。这就是现实。霸权主义再怎么张狂，也得受制于物理规律和地缘政治的算计。紧接着，咱们看第2条消息，这边特朗普刚发完话，伊朗那边几乎是无缝衔接，立刻给出了回应。这速度之快，让很多西方观察家大跌眼镜，但同时，这也充分展现了伊朗人现在的底气和诚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直接通过伊朗国家电视台向全世界宣布，伊朗愿意暂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时间刚好也是2周，跟特朗普要求的时间严丝合缝。各位，您听听这用词，愿意暂时开放。但这可不是简单的顺从，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死死地守住了自己的核心底线。伊朗明确表态，海峡的通行必须在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协调和监管下进行。也就是说，这地方是我伊朗的地盘，门我可以开，但谁能进谁能出，得听我伊朗武装部队的，绝对不是你美国人说了算。这一手太漂亮了，既给了美国一个台阶，又向全世界宣示了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主权。咱们有必要在这里给不太了解背景的观众科普一下，这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地方。这地方在咱们地缘政治学里头，那叫世界油阀，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海上生命线。它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唯一海上通道。全球差不多20%的石油贸易，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都得从这儿过。在正常日子里，每天从这儿运出去的原油就有1500万桶，成品油500万桶，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占了全球总需求量的20%，占了全球出口量的近1/3。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以来，伊朗一生气，直接把这海峡给实质性掐断了。海峡里的油轮通行量出现了断崖式的暴跌，从3月1号到15号，半个月的时间，海峡每天的油轮通行量降到了可怜的3.5艘，2周加起来过去的船，还没以前一天的多。这一下可要了老命了，直接导致全球国际油价像疯了一样，一路飙升到了每桶140美元，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你想想，油价140美元一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通胀要爆炸，意味着无数工厂要停工，意味着咱们老百姓开车出门的成本要翻倍。所以伊朗在这个时候同意开放海峡，不仅是为了给接下来的谈判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也是一招非常精明的经济棋。毕竟伊朗自己的经济命脉也是卖石油，长期封锁海峡，那是杀敌1000自损800，对自己也是巨大的经济创伤。更重要的是，伊朗通过这一手有条件开放，成功的在国际社会面前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形象，赢得了极大的道义支持。
咱们再来说这第3条消息，这也是决定未来走向的最关键一步。伊朗和美国双方已经正式白纸黑字的确认了，就在4月10号这一天，两国的代表团将要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坐在一张桌子面前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谈判。这场谈判暂定持续2周，如果双方谈得投机，经过同意还可以继续往后延。很多人看到这儿觉得纳闷，美伊谈判怎么跑到巴基斯坦去了？其实啊，这背后是巴基斯坦政府在里头做了大量极其艰苦的斡旋工作。在这个世界上，能让美国和伊朗同时信任，同时觉得你还算公道的中立国家，真的不多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为了这事儿可以说是跑断了腿，一直积极在两国之间传话调停。正是在他的强力协调下，双方才勉强放下了枪炮，达成了共识，敲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据透露，这次谈判呢，绝对是火星撞地球，双方都要亮底牌了。伊朗方面死死咬住自己提出的10点计划不松口，而美国人那边也准备了一个15点条件。这2周时间能不能谈出个所以然来，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两家的事儿了，它直接关系到中东这片土地能不能免于生灵涂炭，更关系到全球能源市场会不会彻底崩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牛新春教授分析得一针见血。他说，美伊之所以能在现在这个节点达成临时停火，同意坐下来谈，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双方的血槽都快空了，都已经难以承受战争继续升级的恐怖代价。您别看特朗普前几天在网上嚷嚷着说，如果不谈判，就要在一夜之间摧毁伊朗的古老文明，要把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炸个稀巴烂。伊朗人怕了吗？伊朗人直接怼了回去，明确警告美国，你要敢动我一个民用设施，我就拉着整个海湾地区陪葬，我会把你盟友的所有民用设施全部打成一片废墟。这种互相保证毁灭、两败俱伤的结局，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治家都不敢轻易按下的按钮。这3条消息一通爆出去，各位您猜怎么着？全世界好几个国家简直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浊气，高兴的差点没放鞭炮。尤其是那些被高油价掐住了脖子、被战争阴影笼罩的国家，终于觉得自己能活下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自己家里没油、天天满世界找油续命的国家，比如老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咱们亚洲这边的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平时看着光鲜亮丽，实际上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堵，他们的石油储备仓库眼看着就要见底了，国内油价翻着跟头往上涨，通货膨胀高得吓人，老百姓连取暖都成了问题。很多重工业工厂因为买不到油，或者油价太贵用不起，被迫减产甚至停工裁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现在好了，伊朗一点头开海峡，这些国家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回肚子里了，起码能源危机能稍微缓解一下，机器能重新转起来，经济也终于有了口喘息的机会。其次松口气的是海湾地区那些土豪国家，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这些国家怎么赚钱？就是靠从地底下抽油卖钱啊！他们的财政收入几乎100%全靠石油出口。美伊这一打，海峡一封，他们采出来的油运不出去，全部憋在自家的储油罐里，那账库的压力大得惊人。从3月6号开始，有些中东油田硬生生被逼得减产，一直到3月17号，每天大约有1000万桶的产能被迫中断。虽然沙特和阿联酋也想了招，通过什么管道把油往红海沿岸送，但那点管子的输油能力连海峡正常通行量的20%都不到，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现在停火谈判的消息一出，这些中东产油国总算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纷纷表示要赶紧开足马力恢复产量，把失去的钱赚回来，顺便也稳一稳全球的能源市场。除此之外，您看这国际舆论场，联合国也好，咱们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各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和国际组织纷纷一时间站出来表态，
对这次停火谈判表示强烈欢迎，苦口婆心地劝双方要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千万别再擦枪走火了。但是，各位观众，最有意思、最值得咱们深思的现象出现在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这国际上是一片欢呼雀跃，可您看看这两个国家老百姓的反应，那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骂声震天，一边是热泪盈眶，一边是全网群嘲，一边是全国力挺。这种极其鲜明、极其戏剧性的对比，彻底撕下了某些国家伪善的面具，也让咱们看清了什么叫真正的民心向背。咱们先看美国那边，好家伙，特朗普的社交账号评论区彻底沦陷了，那是被美国网民给骂了个狗血淋头啊！各种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评论就没断过。为啥？因为在绝大多数美国老百姓眼里，特朗普这就是在认怂啊！你堂堂一个蓝星最强的超级大国，你的总统居然主动向你口中的邪恶轴心低头，暂停了军事行动，还同意去谈判。这美国的脸面往哪儿搁？有个美国网民的留言特别扎心，他说：“我们纳税人掏了几十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牺牲了10几名年轻士兵的生命，最后换来的结果，居然是要和我们定性的敌人坐下来谈判。如果这都不叫认怂，那什么叫认怂？还有人揪住特朗普的小辫子不放，批评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前几天还信誓旦旦地叫嚣要让伊朗从地球上消失，结果一转眼就软得像根面条。这简直是拿美国士兵的生命和纳税人的血汗钱当儿戏。您以为只有网民在骂吗？美国国会山上的那些政客们也没闲着，一大帮议员跳出来指责特朗普，说你这停火决定根本没走国会的程序，你这是严重越权。更有人痛心疾首地说，这一停火，美国在中东的威信就算彻底扫地了，以后谁还听你美国老大哥的话？盟友的利益被你出卖得干干净净。更让美国政府头疼的是，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现在是如烈火烹油一般高涨，成千上万的美国老百姓举着牌子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发动着该死的战争。美国老百姓也算过账了啊！这1个多月的冲突，美日联军的军事行动成本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累计耗资更是突破了极其惊人的240亿美元，那可是真金白银啊！美军引以为傲的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硬生生被打掉了1半多，用来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空弹消耗了超过2400枚。这种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消耗战，让原本就通胀高企的美国国内压力剧增，老百姓能不怒吗？我们国内的桥梁都塌了，没钱修，穷人看不起病，你把大把的钞票扔进中东的沙漠里去听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伊朗这边，这景象绝对能让所有西方政客看傻眼。整整8800万伊朗老百姓，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跳出来痛骂自己的政府，没有一个人觉得政府去谈判是丢了面子，是妥协退让。相反，无论是在繁华的德黑兰街头，还是在偏远的小城镇，到处都是欢呼雀跃的人群，大家手里挥舞着伊朗国旗，眼中闪烁着泪光，高呼着胜利属于伊朗，守护我们的家园。可能有朋友不理解了，伊朗被炸得那么惨，老百姓凭什么还这么支持政府？核心原因就藏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那份声明里。南哥，我仔仔细细地把这份声明看了一遍，说句实话，我被打动了。这份声明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官话套话，没有任何绕弯子的外交辞令，它是实实在在的、完完全全的把当前所有的真实情况、面临的困境、政府的考量跟老百姓交了底。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每一个伊朗人，政府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为什么现在又同意停火去谈判。这种没有任何掩饰的真诚和担当，让伊朗民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也让大家在废墟中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各位，咱们必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实力那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美国的军力比伊朗强了不止10倍、100倍，
美国有核动力航母编队，有隐形战斗机，有满世界的军事基地，而伊朗呢，大部分军事装备还是自己艰苦研发的中低端武器。在这39天里，伊朗本土遭到了美以联军疯狂的高强度空袭，超过11000个目标被炸毁。伊朗引以为傲的钢铁产能被摧毁了70%，石化厂、发电站、交通枢纽一个接一个的陷入火海。更让人痛心的是，有超过1400名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近2万人受伤。从民房到学校再到大学，10几万处设施受损，平民成了这场霸权欺凌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哪怕面对这样惨烈的伤亡，哪怕头顶天天落炸弹，伊朗民众退缩了吗？抱怨了吗？没有，他们反而变得空前的团结，因为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知道政府不是在穷兵黩武，政府所做的一切流血牺牲，都是为了守护这个国家最后的主权和尊严，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给西方人当牛做马。伊朗官方的这份声明简直就是写给8800万伊朗人民的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对老百姓的敬重，全是对国家的责任。声明的核心内容分为5点，南哥我用大白话给您翻译翻译，您一听就明白为什么这份声明能让伊朗人热血沸腾。第一点，声明大声告诉伊朗人民，乡亲们，好消息，咱们打仗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你们送上战场的优秀儿女没有给祖国丢脸，他们把不可一世的敌人打得没脾气了，让霸权主义遭遇了历史性的惨败。您别以为这是在吹牛皮，这是有实打实的战绩做支撑的。这39天里，伊朗革命卫队发起了代号叫真实承诺的报复行动，人家依托本土优势打出了极高的战术水平。到了4月5号，伊朗已经打出了95波攻势，动用了他们自己造的弹道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配合着数千架自杀式无人机，对着以色列本土和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就是一顿狂轰滥炸。最夸张的4月4号那天，伊朗单日对以色列发起了7轮密集的导弹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防空警报响彻整夜，以色列那个吹上天的铁穹防空系统直接被打到超负荷死机，拦截率直线下降。以色列自己都承认了，有20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不仅如此，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也惨遭洗礼，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接连挨炸。最牛的是，伊朗的防空部队还创造了历史，成功击落了美军的 F-15E 战机和 A-10攻击机。这一下彻底戳破了美以战机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仅是伊朗自己能打，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是全线出击。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天天往以色列北部砸，也门胡塞武装更是生猛，直接把红海航道一锁，逮着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商船就打。美以联军硬生生被拖入了一个极其被动的多线作战泥潭，这战绩摆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前都足以自傲了。第二点，声明明确表示，咱们伊朗全国上下现在是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国家需要，只要霸权主义还不认输，这场仗咱们就能一直打下去，哪怕付出再大的牺牲，也绝不后退半步。我们拼死战斗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守住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成果，守住国家的主权尊严。我们要让整个中东甚至整个世界的新秩序必须承认伊朗的实力，必须承认抵抗力量的地位。声明里很自信地透了底，乡亲们别怕，咱们的核心导弹发射阵地还有1半多完好无损，咱们的无人机和弹药储备还多的是，国家的军事指挥体系运转正常，只要老百姓支持，政府就有绝对的信心和能力打到底。这底气哪儿来的？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但更深层次的是伊朗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凝聚力。打仗期间，伊朗全国各地老百姓自发捐钱捐物，年轻人排着队报名要上前线，连走不动道的老人和不懂事的孩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国家祈福。
这种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全民皆兵状态，才是伊朗敢于硬刚超级大国的最大本钱。伊朗就是想通过这种不屈的抵抗，彻底砸烂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枷锁，让中东人自己决定中东的命运。第3点，这就讲到了为什么要谈判声明，说得非常透彻。现在去谈判是最高领袖批准的。我们不是因为打输了去求饶，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战场上占着上风，敌人叫唤的再凶，他们也没本事实现摧毁伊朗的狂言，反而被我们打得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正当要求。所以我们去伊斯兰堡谈判，目的只有一个，把我们在战场上打出来的胜利果实通过国际协议白纸黑字地固定下来，把它变成对敌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各位，这个逻辑非常重要，这叫以打促谈。很多人脑子转不过弯来，觉得去谈判就是吃亏了。事实恰恰相反，战争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政治诉求。伊朗现在是在占据优势位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去谈判桌上收割政治利益，这展现了伊朗领导层极高的政治智慧。战争毕竟带来的是实打实的伤亡和破坏，能用谈判把国家的权益守住，这才是对老百姓生命和国家财产最负责任的做法。而且声明里还硬气地加了一句，如果美国人在谈判桌上耍花招，如果谈判破裂，咱们随时准备继续开打，绝不拿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第4点，伊朗甩出了他们那个极其硬核的10点计划，这10条每一条都打在美乙的7寸上，全干货不掺水。这计划已经交给巴基斯坦，转交美国了，这是伊朗谈判的底线。南哥给您顺一顺这10点都是啥？第一，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开，但必须由伊朗军队主导和控制，确保伊朗的绝对主导地位。第二，以色列必须立刻停止对所有抵抗轴心成员的侵略。第三，美国在中东的所有作战部队必须全部撤出，永远不许再干涉中东内政。第四，美国必须全额赔偿伊朗在这场冲突中所有的基础设施损失和人员伤亡。第五，彻底解除联合国和美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第六，把冻结在海外的伊朗老百姓的钱全部还回来，用于战后重建。第七，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第八，废除联合国和原子能机构里那些针对伊朗的不平等条款。第九，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那边，全面停火。第十，这些谈妥的条件必须写进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里，谁也不能毁约。除此之外，听说还有补充条款，比如伊朗承诺不造核武器，但在符合国家利益前提下，咱们可以谈地区和平，但底线是绝对不许侵犯伊朗的盟友。声明里说的斩钉截铁，这10点必须全盘接受，细节必须谈拢，否则谈判随时掀桌子。伊朗立马重启导弹齐射。第5点，也是整份声明最催人泪下的一点，伊朗政府饱含深情地向全体国民表达了感恩和愧疚。政府没有粉饰太平，他们承认了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他们感谢每一位坚守的民众，并且郑重承诺，接下来一定会倾尽全国之力，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加快灾后重建。声明呼吁全体国民要信任最高领导层，在这个节骨眼上千万不要搞内部撕裂，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死死守住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各位观众，听完这5点，您感受到什么叫政治沟通了吗？伊朗高层是真的懂他们的老百姓，他们知道老百姓流了血，失去了亲人，家园被毁，所以他们不用空洞的口号去骗人，他们把所有的战场真相、谈判底线、战略意图全部公开透明地交给了人民。这种极致的坦诚换来的是人民对政府极致的信任。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就在这份声明发布，特朗普确认停火之前的那10几个小时里，伊朗国内发生了一幕极其震撼，让人看着又心疼又肃然起敬的画面。
也正是这一幕，彻底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这个超级机器面对伊朗会感到力不从心。当时局势危入累卵，美国和以色列放出狠话，说是要在几个小时内彻底摧毁伊朗，要把伊朗的发电厂、桥梁、核心工厂全部炸成粉末，扬言一夜之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就在这种真正意义上生死存亡的倒计时里，伊朗老百姓是怎么做的？他们没有像西方电影里演的那样疯狂抢购、出逃或者躲进防空洞，相反，一批又一批的普通老百姓自发地走出家门，他们走向了德黑兰的重点桥梁，走向了伊斯法罕的发电厂，走向了布什尔的核设施。他们人群里有满头白发的老人，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男人也有女人，甚至还有跟在大人身边的半大孩子。他们手里紧紧攥着伊朗国旗，脸上的神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慌，只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他们去干什么？他们不是去抗议，也不是去游行，他们是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给国家的基础设施当人肉盾牌。咱们心里都清楚，美国和以色列的炸弹可从来没长过眼睛，他们所谓的误炸平民还少吗？一旦炸弹落下来，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绝对会瞬间灰飞烟灭。但是这些伊朗人心里比谁都通透，他们知道自己的命不值钱。但如果几十万老百姓为了保护国家的发电机被炸死，那一定会引发全世界的滔天怒火，一定会让美以在国际舆论场上彻底破产，从而在政治上逼迫美以放弃轰炸计划。这就是这些普通的伊朗老百姓在国家危难之际做出的最朴素也是最决绝的算计。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命去赌国家的明天，去守护自己的家园。当时的德黑兰阿扎迪大桥上密密麻麻全是值守的老百姓，他们24小时在那儿死守，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口凉水，困了就靠在桥墩子上打个盹儿，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退缩。在伊斯法罕的发电厂外，老百姓手拉手筑起了一道人墙，他们嘴里高喊着用我们的生命守护我们的光明。在布什尔的核设施周边，年轻人举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牌子寸步不让。朋友们，这一幕悲壮吗？太悲壮了。但南哥不得不由衷地说一句，伊朗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伊朗的人民绝对是了不起的人民。在国家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没有指望神仙皇帝，而是选择自己站出来，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根据伊朗官方的通报，在那短短几天里，全国有超过1400万人主动报名，愿意随时为国捐躯。里面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挺着啤酒肚的中年人，还有早就退休的老大爷。他们留下电话号码，只等国家一声令下。更让人动容的是，伊朗的总统、议长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没有躲在地下掩体里，而是直接走上街头，走到老百姓中间。他们跟老百姓一起值守，一起喊口号，当众发誓：国家在，我们在，国家亡，我们亡。绝不抛弃任何一个国民，绝不放弃国家的一寸土地。各位，什么叫铜墙铁壁？这就叫真正的铜墙铁壁。这种自上而下生死与共的凝聚力，这种全民同心的爱国主义精神，真的让人热泪盈眶。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从来不是靠你有多少架 F-35，你有多少艘核动力航母，而是靠你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危难时刻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只要民心不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话说到这份上，可能很多观众心里都有个疑问：南哥，那你说美伊打了这整整39天，到底谁赢了谁输了？咱们静下心来想想，现代战争里哪有什么真正的赢家？只要枪炮一响，老百姓流血流泪，国家财富化为灰烬，大家其实都是输家。美国和伊朗在这场冲突中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但是
如果咱们非要从政治博弈和战略目标的角度来评判一下高低，结果其实非常清晰。特朗普肯定会在各种集会上唾沫横飞地吹嘘自己赢了。毕竟从他们官方给出的冰冷数字来看，美军只有10几个人死亡，100-200人受伤，美国本土更是一片祥和，连个弹片都没落进去。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没吃什么大亏，但是只要是明眼人，只要是对国际政治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特朗普现在的虚弱和色厉内荏。美军，这可是号称蓝星上独孤求败的最强武装力量啊！面对一个各方面被封锁、被制裁了几十年的区域性国家伊朗，你居然打得如此狼狈不堪，打了39天，不仅没能像以前打伊拉克那样摧枯拉朽地把人家政权推翻，把军事体系瘫痪，反而被人家逼出了高超音速导弹，被打得节节败退。你损失了昂贵的战机，损失了舰艇，中东27个引以为傲的军事基地被人家当靶子打，每天烧掉数以亿计的美元，最后却连让对方屈服的最低战略目标都没达到，这哪里还有一点超级大国横扫天下的底气和实力？更致命的是，这场冲突彻底扒下了美国霸权的底裤，美国的国际形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所谓的天下无敌，只要你敢还手，只要你不怕死，他也不过是个纸老虎。盟友们对美国的信任度直接降到了冰点。你看看现在的以色列、沙特，谁还敢盲目地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跳舞？大家都在心里盘算，今天你美国罩不住以色列，明天你就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把我出卖了。这种战略信誉的破产，对美国这个依靠盟友体系维持霸权的国家来说，才是最致命、最沉重的打击。而反观伊朗，虽然大半个国家被打得满目疮痍，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牺牲，但是他们用不屈的脊梁，真正守住了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他们打出了中东人的骨气，赢得了全世界，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暗中敬佩。这场仗打完，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轻视伊朗这个中东硬汉了。各位观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霸权的衰落和多极化世界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39天的炮火虽然暂时停息，但大国博弈的棋局才刚刚进入深水区。那张位于伊斯兰堡的谈判桌必将是另一场不见硝烟的惨烈厮杀，咱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认同南哥的分析，如果您也觉得霸权主义终将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请您在评论区打出“霸权必败”4个字，让咱们看看有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咱们用理性的眼光、平民的视角，一起看透这个错综复杂、风起云涌的世界。我是司马南，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